看对比就来新车评，大家好，我是新车评的曾兆庆。今天我们这期对比请到两台车，一台是比亚迪的汉 EV， 一台是小鹏 P7。这两台车可以这么说，如果你现在手握25万元左右的预算，你想买台纯电的轿车，他们是除了特斯拉的 Model 3之外最热门的选择。那我也知道呢，很多朋友在选购这两台车的时候，很多的问题，有很多的纠结点。好，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帮你把这些纠结点一一都解开。首先呢，虽然我们今天来到一个封闭的场地里面要做一些比较极限的性能测试，但是我们在路面上其实已经深度的去驾驶过这两台车。我们先把在路面上一些测试成绩给大家汇报一下。首先是续航，今天我们带来这两台车呢，都是他们各自所声称的超长续航版。当然都是超长续航版呢，小鹏 P7 这边它的 NEDC 的标的一个数值是比汉 EV 呢要更加长一点的。实际的测试其实也是验证了这个结果，就是如果你正常使用的话呢，小鹏 P7 它基本上这个充满电之后，它的续航是要比汉 EV 多个70-80公里的啊，所以在续航这个部分呢，是小鹏 P7 获胜了。那第二个部分呢，是这两个车驾驶起来感觉，包括这两个车它的隔音，因为很多人说这个小鹏 P7 是个轿跑车，它用了4门的无框车门的设计，是不是隔音是比汉 EV 要差？到底差多少呢？我们这次做了这个实际的噪音数值的对比，我们发现在不同的速度段下，小鹏 P7 的噪音值基本上都比汉 EV 车内呢要高个1到2个分贝，而且随着车速的增加呢，这个差距还越来越大。通过实际的驾驶，我们也是验证了这个测试数据的准确性。因为呢，汉 EV 这个车可以说它是个总体上非常安静的车，基本上你跑到法定的100、120这个时速段下，这个车无论前排和后排都还是挺安静的。但小鹏 P7 就不是了，这个车基本上开到80公里每小时呢，你就会觉得这个车内风噪路噪都不停的涌进来了。所以在噪音测试这个环节，汉 EV 获胜了。第三个环节是这两个车呢开起来它们底盘滤震怎么样啊？因为很多人看这个汉有点像个行政级轿车，小鹏 P7 的运动嘛，轿跑车嘛，是不是舒适性不怎么样？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呢？我们今天在路面上驾驶，包括我们在场地内也架了这个不间断的减速带，去测试这辆车的底盘滤震的效果。我们发现呢，汉 EV 确实表现得更好。怎么好呢？这个车呢，它坐在里面，无论是前排后排，无论是前轮还是后轮，它的滤震的一致性都是非常好的。就你坐在里面呢，你不太感觉到路面的震动传进车里面来。小鹏 P7 的主要问题呢，是它前后轮之间的滤震的这个不一致性，尤其是它的后排你坐在后轮，感觉后轮的震动呢，会让你这个人这样摇晃这个影响你乘坐的舒适性。所以在这个部分呢，也是汉 EV 获胜了。最后还有一点是这两个车的空间，大家可能从实际这两个车的车身尺寸的数据已经看得出来汉 EV 一定是尺寸会更大的，车内空间更加宽敞。到底大多少呢？我们经过实际的空间数据测量，我们发现除了前排的头部空间之外，汉 EV 车内的所有各方面的空间呢，都是比小鹏 P7 要更加强的。而且呢，无论是前排还是后排的座椅，汉 EV 的座椅都是比小鹏 P7 更加舒服。小鹏 P7 的座椅呢，前排太软了，没有承托力，后排又太硬了，像小板凳一样，所以在这个方面是完败给汉 EV。包括大家可能会忽视掉一点，就是这两个车的尾箱空间，汉 EV 也是明显比小鹏 P7 要大很多的。好了，那么在静态包括一些道路方面的测试的数据呢，就给大家汇报到这里。再次强调一点，我们今天这个对比呢，不太会讲这两个车什么外观设计内部的一些装备，因为这些东西大家在各自的官网上都可以看得到。我们今天着重是给大家解决问题的。接下来在这个封闭场地里面，我们会给大家做一些麋鹿绕桩这些测试，让大家看一看这两个车的极限性能到底怎么样。如大家所见广东的天气就是这么善变。你看测试做着做着，天就开始下雨了。不过对于测试来说呢，这也是有个好处的，就是我今天试到这两台车的干地和湿地两种不同状态下的麋鹿测试的感受。那就正好先讲这个麋鹿测试的感受吧。先讲小鹏 P7， 我觉得这台车呢是一台重心给人感觉很低，而且极限很高的车，但是有2个点妨碍了这台车的发挥。首先第一个是它的转向，这太虚无了，
和车身的联系给人的沟通感呢都非常不够，而且呢。第二个点就这个车的电子系统介入太过于粗暴了，尤其是在地湿了之后，他感觉呢速度稍微快一点点，他就觉得这个车要失控了，马上就介入，一下把这个车刹下来。其实这个车离整个车架包括轮胎极限都还很远啊，这个就一下子把你的驾驶激情给浇灭了。那么汉这边呢，我觉得这个车整体来说，它是一个比较笨、比较重的车。但是呢，你在做麋鹿测试的时候呢，它的电子系统介入是非常聪明、非常适度的，所以你感觉可能它会有点笨重，但是呢，你每次做动作的时候，它能很好的配合你去完成。所以在麋鹿测试这个环节，我觉得两个车打个平手，基本上都是有挺多的问题的啊。尤其是小鹏 P7，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其实在后期的软件的过程中是可以给它进行好好的解决的。那第二个点，我们讲一下这两个车的绕桩。那两个车的绕桩呢，其实很明显，一开就可以开得出来。小鹏 P7 的整体的极限是比汉 EV 要高很多的，但是呢，再是因为那个转向的问题，是让小鹏 P7 这台车每次的绕桩过程中，正当你有兴头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车头、这个轮胎的极限，你通过转向是感受不到的。这是让这台车呢有一个很好的底子，有一个很好的纯电平台的这个基础在，但没办法把它最好的实力给发挥出来。那么汉 EV 这台车呢，它很特别啊，因为它是个前驱车，所以呢，你开的时候虽然极限不是很高，但是呢，每一次只要你速度快了，突破前轮极限，你就可以收一收就过去了啊，其实会更加好控一点。小鹏 P7 在绕桩的时候，你就更要注意它的这个后轮不能给动力给得太猛，否则一下子突破了后轮极限呢，这个车的整个运动轨迹也是被破坏了。好，那第三个呢，我们在今天的场地里面也是做了两个车的加速测试。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两个车官方给的这个0-100的加速的成绩啊，那我们今天做的测试的成绩呢，也和官方成绩非常接近。小鹏 P7 是6秒7，那么汉 EV 这边是7秒8啊，都是非常接近的官方成绩。那么这个部分毫无疑问是小鹏 P7 获胜了，同样差不多的价格底下，它的动力明显是更好的。那么最后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就很多人说啊，我看到说小鹏 P7 这个车呢，设计的底盘太低了，通过性不太好。那么今天我们也是用了我们测试 SUV 的方法去测试这两台电动轿车的这个通过性能，最后呢发现确实汉 EV 在这个部分呢是有挺明显的优势的，它会底盘方面比小鹏 P7 高了差不多2厘米左右。所以小鹏 P7 这台车，如果你真的买了，走一些乡村的土路啊、土坡什么的，真的要担心一下底下啊，要注意一下，不要让它很容易去拖底。那么最后呢，其实我们也是在二手市场上去对这两个车做了一个比较初步的一个二手车的评估吧。那么现在得出了这两个车的二手车的收购价其实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说它们的保值率基本是差不多的。好，整个对比测试的最后，我们稍微的总结一下。我在做这次对比测试之前呢，我个人有个感想，就是这两个车好像纠结点挺多的，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选。但做完之后呢，我发现这两个车太好选了，因为它们的整个的设定的方向是完全不同的。那么汉这台车呢，它虽然是一台纯电动轿车，但是呢，它还是保留很多燃油车的特质啊，包括你在日常开的时候，它动力的感受都是非常接近于燃油车那种油门的感受，这一点是很像大众的 ID.4 的。那么这台车呢，其实就适合于那些我想买一台纯电轿车，我想拥抱新时代，但是我又不想放弃过去的很多那种用燃油车的习惯，包括我这个车可能要这样开长途，需要更好的空间，需要更好的舒适性，那选这个车呢，其实就会更加完美一些。小鹏 P7 从整个车的设计到它开起来的感觉呢，都是确实是对得起轿跑车的这个名字。它的运动性能，无论是动力、续航还是操控性，都是明显比汉 EV 要更强的。当然你为此也要忍受它更小的空间，更差的隔音，更不好的底盘舒适性等等等等这些东西。所以这两个车真的有点像两个不同的方向。看过我们这期节目之后呢，相信大家都明白这两台车应该怎么选了。那最后大家别忘了，看对比就要来到新车评。那我们下一期的对比节目再见了，拜拜。